苹果在压力当中，它上市了中国市场之后呢，现在巴菲特呢第一季宣布处分苹果的股票呢13%，那么从9.07亿股，那么现在呢它调降到7.9亿股。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谢金河，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。这个礼拜的单元，我们来看两岸三地1000大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到整个未来的趋势的变化。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，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。同时呢，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，回首过去，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、月刊、双周刊，再到网络和影音，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。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，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，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，继续陪伴大家，再迎接下一个50年。第一个呢，在2024年，今年台积电呢，它要过了腾讯、贵州茅台，那么成为两岸三地市值最大的公司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排行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过去有很长的时间，台积电呢，2022年呢是一度成为最大的市值的公司，又在2023年被腾讯超车，现在呢再度领先，而现在台积电的市值呢领先腾讯将近1倍，所以这个可以从台厂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呢，可以看到台湾在两岸三地的排行当中呢，它有更明显的跃升。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张简表，在两岸三地1000大当中呢，台积电现在排行第一，而鸿海排名是第32，那么是台湾的第2大企业。鸿海现在的市值呢是2兆5600亿，那么有显著的上扬。另外呢，联发科呢排名第35，后面是中华电信，再到广达，然后呢是富邦金、台达电到国泰金，这样的一个排列的顺序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去年1年，大致上呢，台湾的市值成长的公司啊，从台积电的成长 46.21 到鸿海成长 36.84 到联发科呢 47.54， 大致上呈现一个明显成长。而这当中啊，广达成长 182% 的市值，这是表现可圈可点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像台塑石化呢减少 18.67， 而南亚呢减少 28.57， 台塑减少 27.15， 中钢呢大幅衰退 19.7 啊，这样的一个传统产业呢，是在中国产能过剩夹击当中所呈现的一个新的变化。这当中我们再仔细看，台湾的企业呢进榜的家数呢大幅跃升，单独在台湾挂牌的公司呢113家，在美国、台湾两地挂牌有4家，加起来117家。中国呢单独有586家，台湾这一次进榜是117家，等于是从2014呢创下的进榜家数最高的一次。这当中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，2016年呢57家，2016年是小英执政的一个开端，这个开端呢，台湾的企业呢慢慢从63家呢一路慢慢爬升到今年的117家啊，这个增加1倍呢。如果再把时间放大来看呢，上一次2008年是阿扁总统8年执政结束呢，交棒给马总统，所以两岸三地1000大呢，台湾有176家。到了马总统的时代呢，开始一路往下滑落到2015年、2016呢，在下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呢，加速创下历史最低。其实也告诉大家，台湾在马总统的执政当中啊，大致上我们都在诉求一个两岸关系的好转。这当中啊，包括陆客来台呢，在2015年啊，他创下4184102人的历史新高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从329000、972000，然后一路爬升到4184000，现在呢开始又一路滑落。这个滑落呢，两岸到现在在讨论要不要开放陆客来台观光。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这张图可以代表棕色的是台湾的旅客呢到中国的人次，蓝色呢是中国旅客到2015年的最高之后一路往下滑。那么到去年呢，已经剩下30几万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过去一段很长时间，其实台湾到中国的游客远远大过中国来台湾。这个人数呢，大家可以显见得到，陆客往来频繁的年代呢，大致上是两岸关系最美好的时代。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，
在两岸关系美好的时代，其实从2006年开始，10年之内呢，两岸贸易，台湾对中国贸易的顺差正在逐渐放大，美国的贸易逆差呢对中国不断的放大，这个也是现在贸易战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。台湾呢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在蔡总统上任的2015年呢，其实台湾的出口已经连续15个月衰退了，这个衰退呢到2016年的4月再衰退，其实加起来已经有19个月了。这19个月的衰退呢，小英在520就职的时候呢，4月份的出口222.5亿，那大家最近注意到，我们3月份的出口是418.3亿，那这个如果从400多亿对比222亿，比小英刚刚就任的时候呢，还成长将近1倍。在2015年呢，台湾在中国生产的比重呢拉高到60%左右，而 FDI 呢，我们那一年外国直接投资台湾只有47.6亿美元，所以台湾的出口、投资、消费都告急。另外，政府的潜藏债务呢就18兆以上。那么到今年为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2023年之后呢，台商投资中国的金额呢不断占比在下降。这个占比下降之后呢，台湾其实慢慢你可以感受到，第一个呢，台湾的经济成长力呢比预期来得好，我们今年的 GDP 上升到 3.43%， 另外 CPI 现在降到 1.85%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有非常多的资金呢回到台湾了，所以在今年我们看到股市相对是活络的。那么资金回到台湾之后呢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台湾的企业在跟中国慢慢脱钩以后呢，其实正在茁壮的路上。一方面，虽然陆客来台加速减少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台湾到2015-16年之后呢，进榜到1000大的家数创下新低之后呢，现在一路往上了。那么去年到117家，就等于差不多11年所创下的新高点。那么台湾的企业的竞争力呢，大致上可以从两岸三地看出一些端倪。我们来看今年这一年当中市值成长最大应该是华城，那么它在两岸三地1000大呢排名356，这个时候呢市值到2389亿。另外散热的奇鋐呢，它的市值成长3倍多，这是不得了，市电成长244%，川孚成长 1.9 倍。那么我们看到文业因为合并呢，它市值也增加 185%， 包括广达、伟创、世芯、KY 到台光电到技嘉，这个族群大致跟 AI 有关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在今年的 AI 的狂热当中对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助力。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相关看到，两岸三地在1000大当中这一种新能源相关的产业呢，它表现相对格外的亮眼。台湾的重电的产业呢，在过去1年表现可圈可点。另外我们也大家可以看到，中国现在用举国之力呢拼电动车所以中国的这个像比亚迪的汽车呢，从苏州港出发要送到德国的布莱梅的哈芬港。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，这一个叠架的电动车一艘货轮可以载运18000台的这个中国的电动车。那么这个大家你可以看到，在过去这1年当中进入到两岸三地1000大企业的中国车企呢，大致上都是电动车。你看到在比亚迪、小米、理想、长城到上汽、潍柴动力、长安汽车、赛力斯到吉利汽车、广汽，大致上他们的排名呢都有显著的上升。电动车呢已经变成中国最重要的主力。你看到中国的电动车呢，新能源车的加速跟生产的量数呢都大幅的上涨，所以中国的汽车加起来的出口已经超过了德国跟日本，它已经变成世界汽车最大出产汽车的国家。中国的廉价的电动车杀入全球之后呢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比亚迪在2022跟2023年主要国家的电动车的销售量呢都有显著的成长，这当中泰国这个所占的比重相对就高。另外呢，巴西到以色列呢都成为中国的电动车的主要的出口市场。在电动车全面席卷中国的时候呢，中国的电池产业它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内卷的现象。在过去这1年市值大致上都是呈现一个显著下滑。这当中呢，宁德时代的股价从692块大幅下跌了140块6毛。那么大家看到后面包括现在赣锋锂业跟这个天齐锂业呢，其实都出现非常大的下滑。那么在这个礼拜当中，你也可以看到特斯拉马斯克呢到了中国去看了李强。那么
么同时呢，它也把完全自动驾驶的这数据交出来。那么现在杭州很可能变成一个完全自动驾驶的实验的场域。那马斯克到中国访问的当天，在4月29号，特斯拉的股价呢当日大涨 15.3%。那么这个大涨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这个救命的护身符？这个是大家要高度关注的。美国的基金经理人甚至预测呢，特斯拉可能会破产，股价会跌到14块美元。这个预测呢，让大家大吃一惊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态势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比亚迪的第一季的汽车产量呢，已经超过特斯拉1倍了。那特斯拉第一季销售388600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它的衰退是 8.5%， 这是特斯拉有史以来第一次呢，在汽车销售上呈现一个衰退的态势。这个态势其实也给大家高度的警戒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苹果呢在去年第四季在中国的市占率 19%， 那么现在降到 15.7%。这当中华为的智慧型手机呢市占率快速上升，而取代了苹果的位置。苹果在压力当中，它上市了中国市场之后呢，现在巴菲特呢第一季宣布处分苹果的股票呢 13%， 那么从 9.07 亿股，那么现在呢它调降到 7.9 亿股，那么也造成苹果股价非常大的压力。那么这当中也给大家一个高度的启发。那么现在看起来，包括星巴克呢，在今年的第一季的季报表现非常不理想，星巴克的股价已经从 126.86 呢掉到 68.35， 那么这个跌幅非常的沉重。这个沉重我们来回顾一下，这个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，投资中国基本上最经典代表作是 GE。 你可以看到，在川普的竞选大将 Peter Navarro 呢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致命中国》。那他提出中国8项不公平贸易手段。第一个他说非法出口补贴，第二个呢低估的币值，第三个剽窃智慧产权，第四个呢大规模破坏环境，第五个呢超宽松的工人健康标准，第六个呢非法关税，第七个呢配额及出口限制，第八个呢是掠夺定价跟补贴，然后呢阻挠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竞争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大概看到 GE 从2012年开始投资中国呢20亿美元，关闭美国生产基地，在中国呢雇佣15000个员工，50个基地。另外呢，他讲到 Caterpillar， 他说中国重商主义诱惑的看板人物。他说30年间这个 Caterpillar 在中国从1间销售办公室到11家制造基地、3处研发中心、9间办公室、2座物流零件中心。第三个，他说最天真的西屋电器的 Westinghouse， 他说交给中国75000份文件，包括核子反应炉的技术。中国拿到这些技术呢，快速的复制。那么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GE 在 Jack Welch 的时代呢，它是最巅峰的时刻。等到 Welch 把棒子交给 Jeffrey Immelt， 那他等于是把所有的重心都压在中国。那么这个压在中国也导致现在 GE 呢开始节节败退。那么市值最低大概掉到不到1000亿美元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Navarro 在讲，过去4年中国已经从美国掠夺1000万个工作机会，制造业的外移，他说供应链今天才是重点。所以在拜登上任之后呢，供应链开始很显著的去调整。GE 原来把希望寄托在中国，但是呢，在中国崛起替代的路上，今天从 GE 到特斯拉，再到苹果，再到星巴克，都感受到中国夹击的压力。那么在台厂，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，从台塑的业绩，包括台化去年本业的亏损，也告诉大家，当中国大量量产的产业呢，台商会面临无穷无尽的杀戮。那么在中国的压力盖顶之下呢，台厂如何在夹缝中从少量多样客制化的产业呢来下手？我相信这是趋吉避凶非常重要的一条路。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观赏，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。